来吧，新玩具继续，招财猫的大力神 B 套，这一回是2只胳膊、推土机和挖掘机了，依旧是变成匣子的形态，收纳在盒子里边，把它拿出来，方方块块的，挺有趣的。而且它这一回连合体的小臂部件也是变成了匣子形态，放在了一起。我们把这一块先延展出来，把小臂的零件给它拆掉。这里是一个滑槽，直接抠下来就行。然后这边是2个武器，这2块先把中间的把手翻出来，然后对插在一起。它的武器，首先依旧老规矩，我们先把它变成人形。变形这一款来说，就比 A 套的那2个稍微的复杂一点点。首先把这一块先180度对折好，然后顺着这个凹槽往出推。推过来之前，这个地方的小膝盖甲先掏出来，脚尖儿翻出来，脚后跟这里也翻出来，把这个支撑的位点弄好，再盖这个盖子，推折平。折平过来以后，还有一个小细节，这里会出现一个滑槽，我们把这个滑槽往出顶一下，这里边有一个假履带。就把腿后边空洞的位置给你补足了，哎，小细节做的还是很贴心的嘛。撸开脚后跟儿，脚尖儿，盖子盖上，膝盖甲先把它立起来，然后整体的旋转出来。不要忘记这个地方的2个滑槽。推动，小腿肚子填得丰满起来。接着把这个合体的连接关节往后翻，胯部这里双关节往下搓动。上面胸甲的变形，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一块往下折叠，翻过来以后，后边的盖子打开，脑袋就露在这里了。然后胳膊的变形就藏在这2个大大的轮子里边。首先上下，先把这一块拆开，这个插的还是很紧的啊。拆开以后，打开后边这一块小的轮子边，胳膊整体的拉下来，手腕放正，肩胛再扣上，好，一条胳膊就变出来了。另外一边也是，就是在折动的时候注意后边的这一片，挪开关节的缝隙，拉下来，手腕放正，肩胛搁好。啊，整体的变形也不难啊，而且非常的整洁。变完了以后，后背这里干干净净。当然吧，其实如果你想要一体变形，不拆这个倒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一块折上去。当成一个背包，不过这样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碍眼吧。很帅气的人形，可动依旧很好啊，前后的转腰，腿部的活动范围，脚部的左右接地其实是脚尖的独立旋转。胳膊这里因为使用到了球形关节，所以活动的范围也是很大的。头部也是可以旋转的。推土机的一个人形还原度来说，对于漫画里边的一个元素做的也是相当到位的啊，我觉得甚至这一款会做得更还原一些，包括这半个轮子变出来的手臂部位，还有脚尖以及履带这里的造型，再加上膝盖甲这个地方的小细节也是为了还原胸甲的样式，头雕，甚至后边这个圆滚滚的盖子。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款上边的细节，腿肚子填空洞的这个推拉履带这一块做的非常的精妙啊，而且处理的也相当到位。人形的身高方面，其实这6款都是差不多的，跟魔方的威震天摆在一起，毕竟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嘛，基本上比威震天低了将近2个头的一个身高啊，还是非常可爱的。但是拿起来的质感分量可是一点都不输魔方的威震天。然后我们来把它变成载具形态，依旧是先收胳膊的轮子，把这一块整个卷起来，放好，后边这块归位。盖子放下来的时候记得上下插合。
零件的精度非常高啊，这些缝隙对的都是特别准的。所以呢，在拆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有一点不太好拆，因为密合的太好了。然后把上边的这一块胸甲连同这个边缘整体的往起立一个90度，不用管它了。分开腿部变形，把这一块先怼进去，脚后跟翻转一下，把履带的造型翻出来。接着往开打前腿板的时候要注意，你首先要把膝盖折到一定的关节位置，因为我们可以打开从这里看一下，在膝盖这个零件的这个后边能看到一个凹槽的缺口，只有把这个缺口对到了前方，对到这个角度，当你打开这一块腿板的时候，它才有一个活动的范围，刚刚好把这个转轴让出来了。如果你不折这个腿部呢，想打开前边的这个腿板，只能打开到这个角度，这个就不要硬掰了，这里是掰不开的。好，折准了，这个时候它才能完全的延展开。延展开主要也就是为了藏脚尖，把两个脚尖藏好，搁进去。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往里拉开胯部的一个关节，延展出来。拉开以后，胯部的这个关节刚刚好，滑槽就能贴进去了。方正它。然后膝盖甲放平，这个时候把前边的这个铲子打开一个小三角区域，很可爱啊，依旧是和漫画里边的一个设定造型对比一下，也是还原度蛮高的啊，前边的大轮子，后边的小履带，而且也是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感觉啊，非常的不错，我非常喜欢这一款推土机。然后拿出来这一套挖掘机。这个挖掘机是我个人把玩下来，我觉得这一套里边争议最大的一个吧，也不能说争议最大，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做的不够完美。首先把这一块合体的连接部件拿出来，我们一会儿备用。匣子的形态下，这两个边缘是翻起来的，所以呢，在变成人形之前，我们要先把它窝进去。腿部这个地方，其实在匣子的形态下也并没有什么卡扣去支撑它，就是松松的摆在这里。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必要动刀改一下了。变形，先变成人形，腿部这里整个的先翻下来，拉开，前脚尖后脚跟折出来，脚尖的左右接地也是独立的旋转。腿部这里往开拉，这块板先翻开，然后收，把这个盖子再盖上。这里边就说到，这个盖子在往回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紫色这里出现了一个竖着的棍子，去支撑这个板子不回落。可能当时多做了这么一个棍子，就是为了阻挡人形的时候不让这块零件塌进去吧，你这里按都按不回去啊，因为这里撑住了。但就是因为这个撑住的关节，可能导致了它在伪装形态下有一些问题。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腿部说话间，我们现在就已经变好了。胳膊左右拉开，拉伸出来，然后这个地方也要进行一个拉伸，稍微有一点点的滑道，拉出来。然后拳头隐藏在这个小的履带前方，旋转一下，打开。后边这里我们先把脑袋翻起来，挺可爱的一个小脑袋，还挺帅的。接着在这个地方把盖子整个的打开，这里边还隐藏着收纳它的小枪，摘下来，然后穿过去，顺着这个地方的脑袋折过来，把这个爪背变成肚兜，
然后这里的一个合体连接关节不好看，用一个小灰零件把它堵住。侧方这里的胸炮旋转立起来，造型也不错啊，而且两个肩带穿过来，让这个挖斗这里露出来这个脑袋，元素也是非常还原的。高耸的肩膀，大大的履带，做分色的处理，真的好看。身上的涂装细节点缀的还不错，只是缺了一个霸天虎的标志，回头自己贴一下就好了。同时这款也是该有转腰，该有活动，腿部这里完全没有阻碍影响。脚尖是一个尾接地啊，胳膊这里设计的还不错吧，拳头刚刚好从这个袖套里边掏出来啊，空间的利用率很高，很强。那我们来把它变成伪装形态吧。变形，我们先把胳膊归位，拳头收纳的时候注意啊，把这个履带面翻折好，这里的滑道滑一下，翻折插进去，然后整个的爪子我们打开，完全延展出来就可以了。头部缩下去，这块的合体关节我们放过来，腰部拧个180度，摆摆正，然后整个的座舱后边这两块左右合并，折过来插在一起，拧个180度，卡在这边，铲子直接放下来即可，夹一下前履带。前半个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基本差不多了。问题主要是后半个这里啊。首先我们先按照理论上它指示的一个变形说明来看，脚尖脚后跟先折起来，然后腿部撇开，这个时候往下夹合， Z 字折叠套过去，只能套到这个位置，就已经定死了，动不了了。然后其中的一侧这里会翻起一个卡扣来，左右进行一个合并链接。这两条腿变完了，就这么晃晃荡荡的放在这里，其实并卡不到位啊。那按照变形的说明指示呢，其实已经变完了，变成这个样子就已经完事儿了。相信很多之前看过这个东西变形视频的朋友们应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后边这里只是个框架放在这儿，整体来说的一个前方的半个样式还是比较还原的，包括这个挖斗的位置以及吊臂的这个感觉，履带的造型都很像。腿部后方这里明显感觉没变完。我是啥感觉呢？首先看这个原画的设定啊，这两条腿应该会夹到更里边，缩得更窄一点点，而不是像现在的这个样子前窄后宽。再一个，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卡扣去定位它，就这活动着摆在这里，难免让人有一些不爽。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设计师有刻意的做出来连接的卡扣，也就是说这个洞应该是和这个卡榫进行结合的。但现在这个 Z 字折叠关节已经贴不到底了，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棍子，也是我们刚才在人形的时候说了，它在变成腿部的时候 Z 字折叠拉下来，让这个板子刚刚好顶在这里，不至于塌回去。那这个想法其实很好，当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后加的，后加上了以后让这块不至于倒下去，但是呢它阻碍到了伪装形态的一个变形。这个时候呢 Z 字折叠回去以后，这个边缘就卡住了这个棍子，顶住它了，折不到底。所以我在想动刀吧，还是挺不好操作的，毕竟洞洞在里边，而且手边也没有一个趁手的兵刃，只能拿这个小美工刀一点一点的削了。现在已经切下去很长的一截了，我们再试一下能不能把它贴到底。果然
我说嘛，这个扣子不会平白无故的设计来做无用的。这个扣子明显就是为了连接这里的。那这一回后腿和前方的履带就保证了一个平行了，而且这里卡得很好嘛。当然我们再试一下变成人形以后，这个板子啊，这果然就很容易塌进去了。所以呢，这个看个人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人形这个板子一不小心碰进去会很不爽的话，你就不要切。如果像我一样在意多个形态的话，哪怕人形的时候我稍微的推一点点，我不把它压到底，这个腿影响也不大。我个人比较在意这一点，所以我会把它切掉。切掉以后，这个卡扣就刚刚好卡住了，没有问题，而不会像这个刚刚好卡不进去，很不爽。所以这条腿我们继续动刀，横窄一下，先切下来一个角，再把另一边。好了，基本上就切下来这么一个边缘即可。哎，刚刚好就卡住了。这个时候再进行连接，动完刀以后舒服了，这两条腿终于变形到位了，这就让我这个强迫症非常的满足呀，很带劲，卡得很好，而且履带完全的平行，是不是这一块就平整了？所以我觉得我切的没错。同意我切的朋友们可以把同意打在弹幕上了。所以呢，虽然先前招财猫的大力神已经出来了很多的视频了，但是好像没有人去这么切吧。就我个人多年来的一个把玩经验，我觉得切掉才是对的。那兄弟们是不是应该刷一波把玩当牛批了呢？所以说，身为一个把玩的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纯纯的干货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后续制作的过程中有一点欠妥的考虑，可能就是在先前制作的时候主要考虑到的人形的定位关系吧，而把最后的伪装形态给忘却掉了。那现在改完了以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那么呢，这两款的臂套大概就是这样了。